看到最新一期的这个《经济学人》杂志，它的封面照是长这样哦，这是代表美国的一只老鹰掉了一地的毛，身上绑满了绷带。受伤的老鹰其实就是描绘出川普已经对美国造成了伤害。包括 CNN 的民调都说，川普的支持度创70年来历任总统就职100日的新低，因为川普即将就职100日了哦。所以呢，可以看到美国人对他的评价哦，完完全全充分显现在民调上头。至于川普不断的反反复复的说他已经跟中国在谈关税问题了，所以到底谈了还是没谈？因为中国否认嘛，所以就记者问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就说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有哦。那可是他说美中谈判还是有前路哦。那他不知道川普跟习近平到底有没有谈，可是他们的关系很好，他确定，而且彼此非常尊重。作为川普的财政部长，他也只能这样说，不然他说什么呢？另外我们来看看呢，也有人想要解析一下哦，川普为什么接连暗示中美在通话呢？其实他丢出他们已经在谈话，已经在通电话这样子的暗示，已经3次了哦。包括在4月17号145%的关税的1周之后，以及4月22号川普再提中美非常友好之后，另外就是4月25号礼拜五，他说每天我们2个人都有在联络，这是一种交易的策略哦，创造事实，让世人以为这已经在发生了，是 ING 进行式，这也是一种谈判技巧哦，用欺敌的一种招数哦。那另外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就这样讲了，他说川普一次又一次的眨眼睛，大概意思就是说一直给人家送秋波啦，其实你的底气啦，你的气势啊已经弱了，因为对手一定看得出来嘛，你急了嘛，所以像是《纽约时报》也做这样的评论啊，就算这个其他国家也看在眼里啊，就觉得说总算有一个可以治得住他的国家，那就是中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人现在的生活如何啊？那川普不断的告诉大家说别急呀，我开征高关税可以为我们的国家带来大笔的收入，尤其是你这些低收入户20万美元年收入以下的人到时候你都可以不用再缴税了呀，你们会得到很大的 benefit。 可是这是平行时空吗？因为川普一方面告诉大家说汽油降了，鸡蛋也降了，价格都降了，可是 CNN 去调查，他说这东西 gay 包括汽油，包括这个鸡蛋，其实没有什么降啊。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中国大陆的跨境电商平台现在开始涨价喽亚马逊涨了将近30%，包括SHEIN这个网络网站电商本来很便宜的，可是现在已经抢先涨了一波，包括这个泡泡玛特已经在这个像是各种苹果啊或者各种手机上面的 App 上面都已经登上第1名了。而有一些厨房的抹布的价格，因为过去卖超便宜的，可能1块钱2块钱美金现在涨幅很大，所以这个涨幅就变成377因为它现在可能变成10几块之类的所以涨幅非常的大。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这一部分，中国有一些这个外贸商他们当然咬紧牙根他就说很霸气呀他说你们想清楚再来谈包括我看到有一些记者去访问广东的工厂老板就说如果说美国或者是美商他们要提高价格的话，那就算了那不要美国客户他们去抢其他的单。而另外呢，中国大陆当然也祭出很多的对策，包括离境退税，它的门槛就往下调，你只要买满200元人民币就可以退税就是各种的招数祭出来要因应这一场中美的贸易战。包括你看到呢有人到中国，就是一些西方的游客旅客到中国来定制毕业礼服啦，还有包括中国大陆即将来临的5·1长假有一些入境游订单也据说不错外国的网红也来这边直播所以各式各样的这个底层的民众自己都来找出路。来请教亮哥。我觉得谈判是这样啦，你要伪造新闻，然后以为外场的造势这样对你有利问题是谈判是要双方一个巴掌拍不响让你只是让那个对手
更觉得你这个人充满诡诈了。我认为贝森特就是不想说谎嘛。财政部长如果真的有关税的接触或谈判，财政部长会不知道吗？比如说韩国的媒体就拍到，中国有官员进去美国财政部，那中国大陆就说那个跟对等关税谈判没有关系，因为中美之间的沟通平台本来就有60几个啊。比如说芬太尼要不要谈？一定有议题在谈嘛。可是就是到目前为止，中方非常斩钉截铁说，都跟对等关税谈判无关，就这样啊。连那个潘功胜，人民银行的行长，那去美国华盛顿开 IMF 的年会，开 G20的财长会议。贝森特本来也想跟他，可不可以我们单独见个面？就是没有。我觉得贝森特这个人至少不会说谎啊，没有就是没有嘛。可是他不要让川普太没有面子了。川普有没有跟习近平打电话？当然有啊。今年1月17号啊，怎么没有打电话？就是他上任前3天，习近平跟他通了1个小时啊。所以川普说有啊，我有跟习近平打电话啊，他又没跟你讲时间，这样也不算说谎。所以我跟你讲啊，那川普为什么一直要做这种事？这个一方面当然凸显他很急了，可是我跟你讲啊，他也在安抚美国的消费者，还有金融市场。因为我发现美国的媒体也陪他玩呢。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美国还是有它的政治机制啦。比如说华尔街就陪他玩，因为他们不想股市暴跌啊，所以就陪你玩啊。那总不要消费者立刻恐慌吧？上街头，至少现在还有货啊。可是人家也跟你讲白啦，比如说川普那天不是见了好几个美国的零售商的大咖，那接下来隔天沃尔玛他不就宣布了，对，说有关节庆的礼品，他讲了用品啊，他讲的就是圣诞节嘛，说我们还是收单啊，那个关税我们全部承担。你认为那个关税是10%还是145%？10%啊。对，所以我跟你讲，实际上川普很可能就跟零售商的大咖说，你们的税豁免了啦。偷偷跟他们讲，你知道我意思？就说你们不是145%啦，10%啦，所以他们就不会出来讲。你们去进货啦，不然会缺货两手策略。你想一想，如果是沃尔玛，我跟你讲，沃尔玛如果要交145%的关税，他说我承担，我难以想象，不可能，我认为不可能，对，没有人会做这种生意啦，所以我认为应该是10%啦，可是那个对中国的145%，是不是哪些项目被豁免了？我认为就是节庆用品被豁免，那现在传出来的是圣诞节嘛，搞不好还不止，搞不好还有9月的 Back to School Sale 因为要开学前都会有一波那个孩童用品，对 sale， 学童用品的东西70%-80%也是 Made in China。对啦，还有小朋友嘞，幼稚园的嘞，他要买玩具啊，美国的玩具有80%是 Made in China。我看让川普让步最大的压力来源就是幼稚园的小朋友逼父母买玩具，这个恐怕是最有用的。那父母烦死了，买不到玩具啊，那只好逼川普去谈啊，只好让步。我跟你讲，真的缺货，还有金融市场的暴跌，是川普最害怕的。他控制不住了，所以他就不断的要讲这种话，就是这样。好，来，大中老师。对，我觉得这个民调其实非常也是反映出一个事实了，因为 CNN 是说。川普目前的民调是这个70多年来最低的一位。他是从哪里算起？从1953年艾森豪总统到现在大概72年。大家不要忘记，2天之前 ABC 做过类似民调，他是从2战结束之后80年，那川普的民调是最低是破了40%到39%。但不管是39%、40%、41%，其实我觉得都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因为川普现在给老百姓的一些很多的期待。或愿景都不是这么快，假设就算顺利，不是那么快可以看到。不管是什么
工作机会大幅增加啊，又说怎么减税啊，产业链移回美国的本土，啊，让美国更加繁荣。因为老百姓感受不到那个，但老百姓感受到什么？就是这个物价啦，买不到东西啦，股票市场啦，金融市场，因为那是最切身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对川普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大的一个压力，他没有办法去有效的应对。那所以说他的一个策略啊，就是说。因为有人说他这套策略就是一直说我跟中国大陆有接触，就是刚刚所讲，创造既有事实，但这个样的讲法其实针对国内的选民，让大家有期待安心，代表说没有问题，我处理得当，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你的对手来说，其实心知肚明啊，因为即便是刚刚所讲，因为贝森特基本上还算比较务实，那贝森特也没有讲了唯心之论。那贝森特他对镜头面前他怎么说？他说有，我见谁？我见了兰福安啊，就是上礼拜开会的时候。但讲什么？他说的确，我们只讲到金融的议题，还有一些整体性的经济问题，我们没有谈到所谓的关税问题。贝森特讲得非常非常老实，但是大家注意一下，贝森特他最后要呈现出来的氛围是什么？他说哈，我认为现在第一步是降温，中美要降温。我觉得他表达了他的大老板川普的想法。第二步呢是有个原则性的议题先讲好。第三呢，假设要落实到美中的这个贸易的细节谈判，那可能要好几个月。这个讲法是非常务实哦，因为一开始大家就说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美国跟这么多国家做成贸易协定？但贝森特在形容未来美国所期待的跟中国大陆的一个后续的进展三部曲，我觉得相当诚意，也是在释放政治的讯号。但是到目前为止，北京就是不接啊，不止不接，而且基本上你来我往。那北京当然有他的一个想法，这我们过去讨论到很多次。第一个是他觉得他比较有底气，第二个我觉得是他在里子跟面子都不能有一个讯号，因为川普的压力我低头，因为中国大陆不会是加拿大，中国大陆更不是其他任何的国家，不可能有这个事情。第三个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在判断川普的作为，还会有一些不信任感。这不信任感就是反来覆去。那从川普1.0里面太多的经验，都是可能我们彼此认为有共识了，达到彼此的目标了，要建设好多的对话管道了。但是川普可能在一个时间点里面，他认为他达不到他所想要的目标，北京没有做出他川普所预期的让步，那全盘接回，那完全把既有的一些承诺推倒，这是北京在防的地方。所以最后一句话，我认为最后还是会谈，但是这个道路是非常的崎岖。的确是。来，请教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美中这个贸易战就是关税战呢，这个美国低估了对手，他认为其他的这些国家会向美国低头，结果怎么都没有向他低头，是变成这个状况啊，结果变成美国进退维谷。然后回弹的力道还蛮大的嘞，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就是说低估了。那低估了，这个中国大陆它目前在改革开放前占全世界的 GDP 的就1.5%，非常的少，微乎其微。现在已经占全世界 GDP 的18%，整整增加了20倍。不能拿以前来估量现在，要来看现在的实况。那美国跟以前也不一样，美国以前国力的话呼风唤雨，一呼百诺，现在不是了。那现在，美国从2005年，美国在2005年它的国债只有8兆，因为20年之后，2025年现在国债变成36兆，你看增加那么快速，刷刷刷一直在印美钞，这36兆啊，如果把这每张100块的美元连起来的话，可以连6000多万公里啊，6000多万可以连到火星，因为地球距离火星啊5500万公里。那可以超过火星了，你看印那么多钞票，那就是换句话说，美国一直在透支，要怎么样去解决美国透支的问题？那不是光靠关税，还要去靠的话，就是要去强化把它的制造业把它扶起来，是这个状况。结果现在他要靠关税，结果现在还没有感觉到制造业有点起死回生，现在感觉到输入性通货膨胀买任何东西都贵了，这就是输入性通货膨胀。输入性通货膨胀如果不去做调整的话，会变成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停滞性通货膨胀一旦来的话，就会造成经济萧条。
就变成这个状况。所以我认为现在可能都转嫁到这个物价的消费指数去了。你看，因为这些民生必需品不是奢侈品，这些吃的面包也好、蛋也好，或者是牛奶也好，这些牛肉也好，这些都是这是消费的，这要吃的人不能不吃嘛。那这些都变贵了，那这些民众怎么办？还有一些可能我判断将来会有更多的跑单帮，因为你关税贵，那我到国外去玩一玩的时候，买一些这些民生必需品买回来，只要在数量规格以下，这免税的嘛。那可能跑单帮的人变多了，那跑单帮变多了，它这个是节税的措施啊。另外一个，以后可能离开美国到国外去旅游的多了，因为变成美国的物价高，但是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国家物价相对较低，比较好过日子。那大家就到出国去旅游，出国去玩，那这样也把美国的外汇、美国的美金也带到国外去消费了，变成应该在美国国内消费的没有了，因为它都市场转移了，跑到国外去消费了，跑到国外去旅游观光，也跑到国外去跑单帮买东西回美国，变成这个状况，这些都是积少成多，哪怕是几千、几万、几十万人出去，这积少成多也造成美国经济上面这方面的影响啊。所以我倒认为他当初川普推出的这个关税的政策，当初就是低估了其他国家对美国这方面的反弹，以及对美国对于关税的挑战。是，所以川普下一步会怎么做？外界都认为他可能会打这个所谓的货币战来救美债哦，因为大家知道美债可能是川普最头痛的部分。不过现在美国因为现在消费非常的繁盛哦，那看起来经济提高了哦。所以高盛认为哦，现在因为消费者提前采购嘛，怕以后涨价，所以你会有一个假象，就说现在各个经济的数字都很好，可是呢，真正的考验会出现在5到6月，那个时候才会真正显现，那个时候的数据可能会比较可靠。而另外呢，如果美债211兆哦，这个炸弹爆开之后，那怎么办呢？美国的股市可能会重挫30%哦，所以现在呢，美债可能是川普川普即将这个重中之重要解决的问题。而另外，我刚刚提到货币战，这个有很多财经界的人士在预测的哦，说川普打算狸猫换太子，洗掉美债，就是用这个加密货币就是把加密货币列入战略性的储备资产，然后把美国的国债给洗掉。那相当于由全世界为美国的债务来买单，美国还是会维持美元的地位，变成美元跟比特币双管齐下。有人是这样子预测，这是川普可能下一步的招数。而另外呢，晶片战里头中国大陆现在大家知道，华为也是不断的在 AI 的晶片上面发展，所以呢 Ascend 910D 有可能要挑战辉达的 H100。所以他们就自己开始自给自足甚至超越变成 AI 变成这个晶片是世界变成2个系统有可能变成这样这是来自于经济学家萨克斯他的说法，他说你封杀华为已经失败了嘛所以他也警告了，贸易禁令根本没有办法奏效，那政策的反噬伤害了美国的国安还有竞争力那是不是要改变你的策略呢？我刚刚说了。AI 晶片未来可能完全脱钩中国做一套系统，美国做一套系统，然后世界变成2半。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其实发展的这个趋势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好。未来的这个李斌就讲那现在我们开始减少这个辉达晶片的采购，因为过去你光是这个英伟达的这个晶片，我们就要花几十亿的人民币那现在我们自己做那省钱省多啦。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中国也在大幅的降低对美国的汽车进口美国的汽车现在进来越来越少了。来看看数字，2025年就今年的第一季1到3月，中国进口汽车只有9.5万辆，比起去年同期已经降了将近40%，其中3月有3.9万辆同比比去年减少27%。从美国进来的，请注意，只剩下8800多辆大幅的下滑66%。那在航运这里也有中美角力，我们看到比亚迪不是有一个深圳号吗？它就是这个船上头可以把他们的电动车全部放上去，然后再到这个输往这个目的地，所以这个深圳号
也加速了中国国车自运哦，就是我造完我的这个电动车，然后我自己运到这个输出国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而另外，包括你看到现在呢，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所以像是巴西的大豆啊，各种的原物料啊，从美国以外的地方靠港。现在就看到大概有40艘的巴西大豆船，这个月停靠在宁波的舟山港。而另外呢，美国过去输出给大陆的，像是天然气 LNG 船啊、大豆啊、玉米，现在都归零了，因为都不进了。然后，所以这个船运看起来有一些得到好处，有一些得到这个弊端啊。以航程来讲啦，从美国海湾到中国大概是30多天，从巴西到中国是40多天，所以要增加10天以上的航程，是降低了船只的周转率，有利于市场的运价。所以现在各个行业其实都在评估哦，像是应对这一波新的贸易的结果。那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液化天然气产业也警告。如果你要征收港口费，会损害美国的能源战略。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现在美国已经不再做新船啊，如果你用 Made in China 的船，你要多收钱的话，他们很困难哦，所以这个成本也会增加。而另外呢，我们看到武器方面，美国的有非常多的这个军武的设备啊，其实牵涉到中国大陆的一些贵金属或者是一个稀有的金属。所以这个也是会影响美国军事的供应链，所以这个连结是很深的哦，影响也是方方面面的，一下子没有办法完全脱钩。来问一下亮哥，我这个讲那个，我们讲那个虚拟货币啊，因为美国当然希望把美元的那个盘子做大一点嘛，可是这里有一些问题啦，因为大概稳定币比较没有争议。美国最近通过一个法，参议院通过，叫 Genius Act， 就是有关稳定币的，就是 USDT 啊、USDC 这一种，可是它的总交易金额是2300亿美金，不够吃啦，因为美国现在是36.5兆美债啊，那如果是比特币呢？比特币比较大，大概是1兆美元左右，问题是比特币它波动非常大。因为稳定币它有盯住美元嘛，你比特币没有啊，那你波动性这么大，你怎么可以列为外汇储备？这个联准会是反对的，鲍威尔到现在还没有同意啊，所以你即使把它加进来，也只有1兆美元啊，不够啦。那你再把以太币再放进来，以太币更小，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不是随便讲一讲啊。请问有哪几个货币交易量够大，可以来帮美债盘子做大？美债现在是36.5兆啊，而且明年可能就变成39兆，你根本追不上了。对，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了那今年可能问题没那么大了，因为今年大部分都是短债，都是1年、3年、3个月、6个月这一种那事实上从现在就开始了，就是逐渐到期，那反正他就借新还旧嘛，可是问题是现在还有24% 在外国投资者手里，那人家愿意续约吗？问题在这里我们杨金龙没问题了，因为他现在不敢得罪美国那你认为其他国家都会愿意续约吗？他要去说服啊。那如果续约是续短债，也许有可能，就是1年的。川普希望你换成长债啊，对。可是我跟你讲，为什么没有人愿意买长债？因为你的美元信用利率都在变动，我长债风险太高了。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他最大头痛的地方了，因为外国人持有的美债大概有8兆多，那今年到期也会有2兆左右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是觉得不要异想天开啦。要去扯那个鲍威尔，比特币把它纳入，这个真是异想天开啦。站在各国金融稳定的角度，我觉得大部分的央行都会反对啦。谁敢买那个波动那么大的一下20万，一下8万，开玩笑对不对？那我是觉得真正的东西就是中国大陆真的是
准备了很多因应之道了。它不只是能源，还有粮食，23、24两年都大买。它粮食买了全世界1/4。然后还有它的中国制造2025，大部分都达标啊。连半导体这个是最弱的，你也看到它一个一个在追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问题啦。那川普并没有去盘点美国的弱点嘛？对，比如说你刚刚讲的稀土，你怎么现在才开始紧张呢？就是中国真的把中重型的稀土全面管制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存量不到6个月，我觉得这个有点离谱就是你的幕僚到底在干什么？怎么没有提醒你这个呢？而且这个问题已经被，这不是黑天鹅啊，这是灰犀牛啊，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且讲很久了。对啊，你怎么连一个总量，你的危机有多大，都没有幕僚告诉你？所以它冲很快，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然后随时在调整。不，他就是认为中国不会跟他玩那么大了，就是低估嘛，就将军讲的嘛。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大钟老师怎么看？对，因为现在关税战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那大家都说撑的会比较久。那不是才说美国媒体有人用形容说，你川普都已经眨好几次眼了，对，可是习近平还没有眨任何一次眼。那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想要表示的就是显现就是说这个关税战，这个你是伤人伤己所以刚刚讲到说，不管是大豆啦、玉米啦，应该是从今年1月份之后，并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船就中国大陆并没有下新的单子。那液态天然气也是如此因为现在是70之天没有任何的液态天然气的船到这个港口，所以是5年来第一次。那其实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年，像美国买液态天然气，它比重已经是慢慢在往下降。但是刚看到一些美国本土的一些业者的一些讯息，他们都认为说USTR 的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其实是伤害到美国自己。因为大家还有印象吗？新的政策是从10月份开始，要不然就是按照吨位，要不然是按照货柜的数量去算这个钱。对，那假设你手中呢是使用中国大陆造的船，是而且是中国大陆船公司呢刻的是最重，每吨大概是$50。但是假设你不是中国大陆的船公司，但是你还是用了中国大陆的船，每一吨是$18。那这时候呢，有人做统计以美国来说，比如说这个液态天然气的出口，那这里面呢，中国大陆的船队占全世界大概7%。未来可能会往28%迈进，意思是说，你要收这么重的这个港口费的话，表面上好像是你要扶持美国的本土造船业，要想办法打击中国大陆的造船业，但是呢，短期间之内你一定是遭受到重创，而且要美国本土去制造什么液态天然气的船，这个可能几年之内都达不到这个目标。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川普即将要打货币战来救国债吗？这是外界很多的人的揣测。对，他的关税战的话，川普最早想到他要压住美国国债，让美国的国债不要再继续升高了，36兆多的这个美国国债压得喘不过气嘛，因为每年还付利息。但是问题是，他一下又什么比特币用出来，大家会对美国国债感觉买美债是有一些疑虑的，会抛美债。那一抛美债之后，那你要为了大家继续买美债的话，你10年期的殖利率要提高现在已经是到达4.49%，4.49%已经很高了。你再往上提的话，会造成国债的利息更重，反而未蒙其利，又更深受其害，变成这个状况。所以这个美国的政策不定，还有一个它的基本功没有练好，会造成美国国债还是压不住。另外我们看粮食，现在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一年要进口粮食1.5亿公吨，那很多是像美国进口的。那现在这不买美国粮食了，像巴西买，像阿根廷买，牛肉的话像澳洲买。那现在美国这粮食怎么办？那么多，结果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到中国大陆现在没有了。粮食不经久放，刚开始是新鲜的给人吃，你放个1-2年之后只能做饲料，
做饲料价格就不一样了。你现在中部的这些州都是共和党的州，将来怎么样这支持川普？那明年的其中选举怎么样去支持共和党？这都是问题，都会给川普政府非常大的压力。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淡江大学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好，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看看哦，这个赖清德总统呢，在礼拜6看到凯道充满人的时候，他是这么回应的。他说啊，你要战独裁，你应该去北京的天安门，至少中国见到独裁集团时啊，在中国你见到独裁集团，不要卑躬屈膝哦。这一番话当然引起爆炸性的回应，包括我们看到呢。曹兴诚这个也附和就说你敢这样对习近平讲吗？你国民党在那边呛赖清德绿共独裁那黄伟汉这个也是我们的同业，他说如果你可以自由行使公民权利，保有自由的言论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不叫独裁。他告诉我们什么叫独裁的定义不管你同不同意。那另外呢，再来看看周伟航，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如果你认为现在是白色恐怖的话，柯文哲现在人会在6张犁的山坡上，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草已经长很长了那你看他现在人在土城就表示说你要珍惜啦。其实看起来是蛮悲哀的这些意见领袖讲这样子的话。那另外有一位律师他叫林志群，他也常常在这个网络上面发表意见他说。什么叫做独裁？我告诉你就像是当时香港不是有雨伞革命吗？还有反送中吗？那 BBC 这个英国的国家广播电视台国家广播公司去访问香港人香港人面对镜头就这样摆摆手，唔敢讲不要回答。问题是这个香港的基本法嘛，这个才叫独裁所以可见呢，附和这个赖总统的人蛮多的附和赖总统的人蛮多的，可是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民众在426那天上凯道说赖总统我有独裁的倾向，或是往独裁的方向走，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我们来看看美国好了，因为我们都把美国当作老大哥，马首是瞻嘛我们看到最近在抗议川普的人，每一个 weekend 都出来。那最近呢，我们看到91号洲际公路这里沿线挤满了人，他们手上是什么样的标语啊？说我们的总统像国王有这个希特勒的倾向独裁的倾向像是这位新闻界的一个前辈，他叫莫纳，他是埃及人大家知道埃及某种程度也算是一个集权比较专制的国家，他就很有感慨，因为他移民到美国了嘛，他就很有感慨的说，我离开了一个专制的国家，来到了美国，现在我看到我的新家落入了同样的黑暗势力。你看到美国的街头到处有人这样在比喻这个川普那川普也没说你要去北京抗议川普也没说你要去这个北韩抗议可见人民的的确确，如果你对当权者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你是可以站上街头去喊他专制，他独裁，这个没有什么呀那朱立伦战独裁，喊罢免总统。卢秀燕市长在426那一天，他没有附和他说：“我相信总统有智慧化解执政危机，建议总统可以利用520就职1周年宣誓，未来3年任期专心国政，一致对外，不要对内斗争。”妈妈市长比较温和啦跟他喊话啦那这个陈婉慧这个也附和说卢秀燕市长说的是一般民众的心声应该要好好的搞经济顾台湾所以他也认同卢市长的发言。那就不知道观众朋友对于谁的发言比较认同。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有一项民调，就是来自于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最新民调它针对台湾跟南韩的民众说在川普上任之后，你更信任美国，还是更加不信任美国？我们来看看2024年7月，那个时候是拜登当总统；2025年4月的此刻是川普当总统。我们台湾不信任美国的比例越来越高。你看到去年大概觉得不信任他的人非常不信任8.2%，不值得信任15点多。现在
非常不值得信任 double， 不值得信任也有22%。哦，所以某种程度我们做的一个结论就是，川普上台之后，台湾人对于美国越来越不信任，而且不信任度增高。哦，那另外一题是说，您认为美国提供协助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台湾跟中国开战，哦，那在拜登时期，大家可能认为哦，也许美国会来哦，你看有34%的人认为可能美国会来哦，很有可能会来的有11%，可是拜登上任之后认为美国会来帮我们的只有28%，很有可能会来的是9%，都明显的下降了哦，就大部分人认为比较不可能来啦哦，用白话是这样讲。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川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后，世界各地的民主比以前更强大吗？包括韩国跟我们台湾都认为川普上任之后比较不强大，就是民主这件事情看起来虚弱了，看起来比较小红啊。好，那另外呢，川普上任之后，我的国家比以前更安全了吗？包括韩国跟台湾都一样，就认为比较不安全了哦。所以这个民调哦做的是蛮细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川普上台之后的此刻，大家可能认为世界会更糟。来，亮哥。我觉得赖清德讲的话真的很奇怪了。你不是说两岸互不隶属？那我们选举选出来的总统就是你啊，跟习近平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要监督我们选出来的人啊，习近平又不是我们选的，所以我们就我们的宪法范围内监督民选的行政机构，你是最高行政领导人啊，那这有什么不对呢？你们扯习近平干嘛？习近平又不是我们选的。我坦白说啊，在问说独不独裁啊，这个是我们的口语啦，我们的学术研究不是这样问的。我们会说是不是越来越不民主？那黄永汉的定义这样不，所以不是这样定义嘛，是问是不是越来越不民主？哦，我跟你讲，我们比较政治，这林佳龙很清楚了。林佳龙的博士论文就是写民主转型嘛。民主转型的对比就是民主倒退嘛。对，所以你要问的是，你觉不觉得赖清德当1年总统，我们台湾的民主在倒退？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为什么蔡英文8年人家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你才当1年，人家有这种感觉？就觉得你开始用司法手段在整肃政敌嘛。那言论自由，很多人讲话会开始害怕嘛。那还有就是媒体嘛，你用政府预算在笼络媒体嘛，然后越来越民粹嘛，你用体制外的青鸟在包围体制的国会嘛，然后还打电话去骚扰嘛，用脸书去围攻嘛。我跟你讲，这个领域啊，没有人在比较金正恩的啦，人家在比较都是谁？比如说你是民选的，可是你却越来越不民主。对，这个最典型的就是俄罗斯的普京啊，还有委内瑞拉的查韦兹，匈牙利的奥班，还有最近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人家在比较的是这种例子嘛，所以你不要扯远啊。所以你如果因为黄伟汉说他有读书啊，请你多读一点书嘛。我们台湾有翻译很多这种书，有一本书叫做《独裁者的转型》啊，或者独裁者的进化，进化，那本书是经典哦，我们台湾有翻译，你去看一看嘛。独裁者的进化，他就说现在的独裁者不是金正恩，不是希特勒，不是，他们都是民选的。可是呢，民选之后，权力越来越收缩，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尤其是用媒体还有司法的手段。你去研究一下这个主题嘛。我跟你讲啊，那内阁里面有好几个这方面的文献，他们绝对都读过。林佳龙啊，徐思俭啊，我才不相信你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游盈隆也知道，陈明通也知道，这个就是民主化的文献里面，民主转型、民主巩固，这是2个大领域。可是最近大家都在研究民主倒退，因为这种例子越来越多，所以有人在说，21世纪之后，真正的民主国家越来越少，好像是古典的，像美国啦、欧洲啦之外，新成立的那些国家，人家就在比较这些国家嘛，说为什么他们都会倒退，就是因为产生你赖清德这种总统嘛，
不然为什么蔡英文干了8年，我们不会这样去说他？我不会去说蔡英文民主倒退啊，我不会这样讲啊。我们在蔡英文任内，我们不会怕说动辄会被告啊，或者是有一些媒体就是一刀两断，我绝对不报道你啊。还有在蔡英文任内会像你这样吗？一下就要消灭在野党，罢免到35个，有了什么人这样搞政治啊？不就你赖清德吗？就你赖清德当不到1年啊，司法手段越来越多啊，司法双标越来越多啊。我还在想嘞，说，朱立伦接下来那个集会游行法，如果也有罪哈，那我们2个在野党党主席都关进去了，真的，拜托，有这种民主国家啊，所以我跟你讲，你不要去扭曲焦点，不要去说，哎呀，我们哪有金正恩，我们哪有这个希特勒这样独裁，没有人在跟你这样讲，我们在跟你讲，赖清德当了1年总统，我们台湾的民主正在倒退，严重的堕落，这个才是重点嘛。可是还是有这么多人出来帮这个执政党洗地，就觉得有多悲哀啊！讲到说，我们还可以讲话，我们还可以上街头，这样就不叫独裁了。来，将军，我说赖清德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这是转移焦点嘛，他这甩锅嘛。这赖清德是我们选出来的，我们当然对赖清德抗议啊，本来就是这个样，这天经地义的事情嘛。426我也到凯道去，我碰到蛮多年轻人的，超乎我想象。我就问你，你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他说我无党无派。年轻人跟我讲无党，我再多问几个看看。我就问他，那你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我无党，都这样那天上凯道的很多年轻人好多，然后我几乎问到了，都不是什么民众党什么国民党，都是民众自动自发，年轻人自动自发出来了。他们感觉到赖清德他这个在转移焦点，搞大罢免，在那边搞大内斗，只搞这些转移焦点，都时政无能嘛。他现在应该好好专心的把国政搞好，团结搞好，把这个荒腔走板的大罢免把它停止，不要再罢了。大家台湾最重要的缺乏的就是团结，赖清德就是破坏团结，就是他们搞内斗，就把在野党把斗垮、斗惨、斗死，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民主政治一定是政党政治嘛，而且赖清德他现在是双少数，他自己当选总统只有刚刚好40%，60%是反对他，他应该很谦虚、很谦卑，很礼贤下士，要这个样，不是乱胡乱作为。然后他在立法院是少数，立法院是民意的最高机关，尊重立法院嘛，他搞大罢免，他不服输，立法院也要少数服从多数嘛，因为他是民意的代表。都是人民一票选出来的，赖清德为什么要搞大罢免？拿国家几十亿去搞大罢免，这几十亿给年轻人去创业嘛，做创业基金不是很好吗？给年轻人去创业，多少年轻人是月光族，多少年轻人结婚之后不敢生小孩，他这要去准备这些，他要去把这些问题来做解决，来做处理嘛，不是躲避问题搞大罢免，大家把焦点通通给他转移，变成这个样子。都非常不对的，我认为这个荒腔走板，而且他现在办的这大办蓝，他不办绿，所有的政党都要按照法来走，法律之前一视同仁，一律平等，大家一起办，他就有办蓝不办绿，怎么会有这种那么荒谬的事情呢？对不对？包含我知道了，严宽恒也好，还有好几位都是他那个里面伪造的，他要去罢蓝的这个立委，结果里面好多伪造文书，他都不去办。你看这多离谱的事情！就去办嘛，通通来办，要办大家一起办。结果这只办蓝，他不办绿，哪有这种事情？对吧？所以我认为赖清德应该迷途知返，赶快停止大罢免，赶快团结台湾，不要在那边一意孤行。如果施政无能，赶快换掉行政院长卓荣泰，他外行，他经济搞不懂，行政经验他不太有。状况也搞不清楚，回答一些立法委员的问题答非所问，实问虚答，都转移焦点，他不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些立法委员嘛。把卓荣泰换掉不是就得了吗？就换一个懂经济的、懂国政的、懂这些，也不懂，对，应该这样子嘛。对，对，应该这样。你现在结果台湾面临的那么险峻，对不对？外面的这个川普的关税战。我们也比日本高，日本24%，
韩国25%，那我们台湾32%嘞，赶快去处理国政这个重要，大罢免马上停止才对。刚刚这个我们听到亮哥有特别提到民主倒退这个概念哦，其实连加拿大的总理都说了，现在的川普让美国的民主是名存实亡，可见大家其实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哎，大钟老师，对我也顺便提一下，刚才那个我们字卡里面有特别提到这布鲁金斯的民调，我觉得有类同之处啦哈。因为他是做台湾跟南韩的这个民调哈，基本上对美国的一个态度哈，值不值得信赖啦？台湾有事，美国有没有可能会有些行动啦？那对比是什么？一个是去年7月，因为去年7月其实美国还在总统大选，那川普那时候还不知道会胜选。那一个是现在4月，所以这样的结果基本上代表说，目前这个台湾跟韩国的民调对美国的信任程度是降低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可能不能什么事情都说有人在炒作什么以美论，没有，因为这是老百姓比较直观的直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直觉？还是跟川普就任之后的讲话其实直接相关。大家还有印象，他去年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就讲到，比如说保护费的问题，这是军事，还有抢走好多的晶片生意等等。那选后到现在有几个节点，我觉得跟这民调一定是息息相关。第一个时间节点是3月初。当这个台积电跟川普一起在白宫宣布大投资的时候，这个会让台湾当时民意是很错愕的，因为没想到这么的突然，而且这个动作这么大。那第二个就是4月2号对等关税的宣布，一开始台湾认为说，如果根据政府的讲话，我们应该心安，可以睡个好觉，只有32%。所以代表什么？代表说现在的美国在川普的执政之下，他很多的作为跟做法就是赤裸裸的利益。那比较不像过去拜登政府任内那4年，所以老百姓的这个民意也反映出，他对比起来，感觉上拜登这4年对台湾议题的讲法包括战略模糊跟清晰，他至少讲了5次，好像是比较明确。但在对比于川普，那川普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只要面对到这个问题，他的标准回应就是这是假设性议题，不回答。所以民众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这是其来有自哈。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最关键的议题不是台湾老百姓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因为美国有常年在做的这种类似的民调，他在问的是美国的民意的看法。假设台湾两岸有冲突，美国老百姓愿不愿意出兵保卫台湾？其实这里面是上上下下都有的。那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比真正到时候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答案是更关键、更直接。对，没有错。这个世界呢，其实现在一直变幻莫测，特别是来自于川普他到底要出什么招？他下一步要做什么？